谈这个性功能的这个问题的话，在中医的这个部分呢，用什么样子来增强这个部分呢？可能性功能要好，你一定要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作息。是，对啊，你要睡得好觉，才会有体力去做。大概有一半都不是生理的关系，都不是生理的关系，是有一些性行为的一个不良的记忆，不愉快的记忆，对，不愉快的记忆。要抗衰老的话，当然饮食啊。然后生活作息很重要，其次的话还要再加上个运动来促进我们体内的循环。100名健身男性心中认为的前5大提升男性力的运动，就是女性朋友，如果你想要帮你的男伴提升男性力的话呢，也要给他看下去。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我记得以前同学只要提到壮阳这2个字，大家下一句就会接着说啊，你是肾亏哦。正确来说呢，它应该叫做肾虚。通常呢，大家会把肾虚跟性能力画上等号，但是肾虚其实是一种身体的状态，就像人的胖瘦会根据年龄、饮食、运动及生活习惯而有所不同。其实肾虚呢，不是男性有，其实女性也会有。为什么呢？因为肾掌管人体的生殖、生长发育、消化以及内分泌，当这些功能都减退的时候，它就叫做肾虚。但是现在的人呢，因为生活习惯跟压力大，所以呢出现肾的早衰症，表现出来的反应就像是少年白、记忆力衰退、脚膝无力，或者是性功能不佳、生不出小孩等等这些的情况。其实呢，这些就有一点点类似更年期的状态了。所以换句话说，当你的性能力不佳的时候，不是去吃威尔刚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去助兴，而是代表说你必须要关心你的身体状况，也有可能表示你即将要进入更年期了。其实男性的更年期呢，似乎是比较不明显，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从下面10个症状来自己判断是不是已经接近更年期。第一个呢，最明显的，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性能力的降低，它包含了对性缺乏兴趣、有勃起障碍以及射精困难等等现象。第二个呢，就是体力的消退，例如说不喜欢做户外运动，不想跟朋友联系。第三个就是情绪不稳定，容易生气，不容易沟通，没有冲劲，甚至是忧郁、失智、消沉。第4个是热潮红、盗汗、失眠、紧张，这跟女生有点像，所以男女都会有的状况。第5个呢，就是身体的毛发就开始日渐稀疏了。第6个呢，就是肌肉的组织开始变软，变得比较无力。第7个，因为少了这个睾固酮的关系呢，所以乳房开始有日渐变大的这个趋势。第8个呢，就是腹部跟腰部、臀部的地方脂肪会慢慢的增厚。第9个就是睾丸萎缩。第10个就是骨质疏松症，身体会变矮，甚至是容易扭伤或者是骨折。那西医在判断你是否进入更年期，他们会透过抽血来检验，看看你睾固酮的浓度。所以延缓男性老化，提升睾固酮的浓度呢，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想要提升睾固酮，运动是绝对不能少的。所以今天就要告诉大家，在男性健身者的心目中，最能够提升男性力的前5大运动是什么。所以这一集年过40的男性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那女性朋友，如果你想要帮你的男伴提升男性力的话呢，也要给他看下去。当然记得要帮我订阅留言，还要喝康到修博。今天请到的专家是永生中医诊所的吴建东医师。吴医师您好。您好。吴医师，那个男性朋友很关心的就是这个性功能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个性功能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其实后面引申出来就是有关于这个健康啊，还有就是抗衰老的问题。那所以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假设就在谈这个性功能的这个问题的话，在中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如果提升男性的这个男性力的话，它是用什么样子来增强这个部分呢？是为什么男性的性能会跟那个衰老产生关系？因为中医认为说衰老主要来自于先天的肾气不足，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后天的脾胃失常啊，或是循环不好、痰湿过多之类的。但是主要就是刚刚提到的先天肾气不足，肾气不足会直接跟
性功能会扯上关系，也就是性功能越差的话，您可能体力啦，或者衰老迹象会越多，比如说比较没有力啦，或比较不持久啦，或硬度不足啦，或者是我们的需要的停机时间越多，这样子。对，那我们会区分哪一些的体质啊？是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刚主持人先提到的年纪大的肾气不足的这种，这种我们叫做命门火衰。或者说有人叫做肾阳虚啦、肾气虚啦、肾气不足等等的这些名词，都是属于同一类型。在命门火衰的人，他来了以后，他有比较明显的哪些症状？你们会觉得说，他可能是命门火衰的这个问题？年纪大是最明显的，对，因为命门火衰跟年纪直接有关系。对，是。然后再来，他可能会很容易累，然后讲话有气无力的。无精打采的样子，那可能会看到脸会比较消瘦，眼睛可能会容易凹陷，甚至会有一些黑影在这个地方，这个比较偏向命门火衰的部分。那我们还会问一些症状，比如说会不会容易腰酸背痛啊，筋骨酸痛啊，甚至会不会容易频尿啦，小便清长，就是一直去小便尿出来都是像水水的这样子，像清水这样。医生刚刚讲到这些问题，是因为都是跟肾有关系，会影响到的，例如说腰酸或者是小便的问题。是，或者小便之后会不会这样扭抖一下这样子？这个也是这个症状。会这样子哈。那再来就是先天的气血比较不足的话，或后天的怎么讲饮食啦、作息比较失调，导致他这个人元气比较虚弱。我们叫做心脾两虚，或叫做脾气不足，这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性功能比较虚衰。他的症状可能就是吃不下饭嘛，或者他肠胃会痛的问题吗？或者是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也算，睡不着觉也是，然后就很容易觉得劳累，然后常拉肚子啊，常肚子痛啊，觉得肚子冷冷的这样子，都是属于心脾两虚这一型的。有一些情绪方面的因素，比如说有受到一些惊恐啦，被吓到啦，或者是说有先前有一些性行为的一个不良的记忆，不愉快的记忆，对，不愉快的记忆，比如说被嫌弃，被女性嫌弃啦，或者是被惊吓之类的啦，这个我们叫惊恐伤肾啊。这变成是好像要问他的过去的一些经验哦。是，但是这种的患者你会发现他来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神志不宁的现象，这么明显。比如说我们一般在问诊的时候啦，患者都会看着医师，对不对？对，但是有的患者他会这样子，东看看西看看，就是眼神飘忽不定，对，没有办法集中在你的那个我们的对答上面，所以我们会就考虑问问看有没有一些这些相关的病史。可是通常会有这样子，他真的是受到很大的惊吓。那如果说像你刚才提到说是在那个床上之间不开心的状况，会有这么明显的表现吗？就不会有这么不会这么严重啊。对，但是说实话，像这方面的要问也不容易，因为患者不会直接跟你讲啊。是，所以我们还是会依照我们舌象啊、脉象啊，问一些过去病史啊，做一些推断这样。那再来就是我们有另外一种叫做肝郁脾虚这一型的可能长期间的工作劳累啦，心情不好啦，眉头这个紧皱的这样子的会容易紧张的人。是，可有可能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会讲话比较快，郁郁不得志啊这一种的也属于气血循环不好这一型的。那气郁的循环不好，气血走得不顺，就比较难走到我们的那个性器官那边去。所以我们在肝气郁结这种压力引起的这种性功能障碍，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属于性欲低落。不想做，我工作都那么累了，对啊，还要叫我打起精神来，那再来就是因为气血循环不好，它可能比较容易会起来，但是不够硬，属于阳痿这一型的。那最后一种是属于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发炎状况，发炎，对，在泌尿道的发炎，比如说尿道炎啊、膀胱炎啊，甚至攝護腺肥大、攝護腺炎这些也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肾功能。因为性功能除了生理的因素以外我发觉啦，其实临床上来看性功能这一区的话，对，大概有一半都不是生理的关系，都不是生理的关系，是有一些人年轻人也会来看，对，那仔细问下去就发现说他可能有一些工作的劳累啦，
或者是压力过大啦，或者是夫妻相处状况不是很好啦，平常心情就不好啦，然后容易生气啦、焦虑啦、烦躁啦，睡不好觉啦，对啊，我们现在都知道，你性功能要好，你一定要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作息，是，对啊，你要睡得好觉，才会有体力去做。那你连睡眠不好了，没有办法好好补充你的元气了，那当然会没有这方面的兴趣。甚至现在常看到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些毛病，比如说久坐。久坐，久坐本来就对性功能不好啦。比如说长期间不运动啊，我们肾气会虚衰的比较快，那久坐的话会导致下肢循环不好，那刚刚提到的那些发炎的啦，或者是骨盆腔的血液灌流不足的啦，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性功能。那医生您刚刚分了这5种类型的，其实我们虽然说我们在讲性功能的这个部分，但是其实它引申出来的就是说它身体上面是不是也连带着会有一些不好的状况，中医在治疗上面大概会是怎么的做法呢？第一个肾气虚衰的这一型的话会叫命门火衰，它可能就会有一些肾的老化啦，或者是一些肾炎啊、肾衰竭的那个倾向，当然是直接去补它的肾阳。是，常看到的像是肾气丸啊，金匮肾气丸啊，甚至有人用龟鹿二仙啊，这都很好使用哈。那第二种比较偏心脾两虚这一型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肠胃消化吸收的问题啦，比如说胃口不好，容易拉肚子啊、肚子痛啊，然后人又长不胖这样子。会比较容易没有体力，当然是要补他的气血，补他的脾胃。像是有一些香砂六君啊，或者是小建中啊，这些补肠胃的用药就很适合。那另外还有一个像什么湿热下注，它是属于那种泌尿道受到感染。对，有时候有发炎的状况，所以这种状况可能有一些小便不顺。比如小便滴滴答答的啦，或小便会觉得酸刺涩痛的啦，甚至小便会有一些白色分泌物之类的。这种甚至有疼痛的感觉，这就属于湿热下注。那既然那个地方心器官跟那个泌尿道其实是在一起的嘛，对啊，那个地方发炎了，当然我们的肾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是湿热下注的话，只要赶快把它那个发炎的状况处理起来，处理掉。是建议他多喝水啦，避免久坐之类的啦哈。那还有其他的2个类型？对，那是情绪方面的。对，那惊恐伤肾的话，则是要让它气血能够顺起来啦哈，然后用一些能够安神的用药啦，能够稳定情志的用药啦，让它气血能够再恢复它正常的运作。那如果说是那种刚刚提到的肝郁气结的啦、肝郁脾虚这一型的啦，那让它心情可以好起来，我们会用一些疏肝解郁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医生，如果说男性要抗衰老，你觉得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要做，可以至少杜绝不会那么快衰老的呢？中医的观点，很多原因都会导致衰老啦，长时间工作的啦，长时间久坐的啦，或者是缺乏运动的人啊，这种衰老的状况会提早发生。要抗衰老的话，当然饮食啦，然后生活作息很重要。中医建议在子时的时候就上床躺平，子时是11点到1点嘛，对，所以我们建议11点就躺平了哈。那有的人可能不会那么早睡，对，把事情办完，尽早一些啦，因为您时间拖越晚的话，我们的肝火啦会越亢奋，是，越亢奋就越难睡。是，那为什么生活作息会跟我们的性功能扯上关系？对啊，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作息的话，我们脑内的那个生理时钟会比较正常。是，那我们体内的荷尔蒙也会跟这个生理时钟一起波动。是如果说你的生理时钟没有很正常的话，你的那个荷尔蒙没有办法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波动的话，你在需要用到的时候，可能你的荷尔蒙就不足。原来是这样。其次的话，如果这2个做到的话，我们还要再加上一个运动来促进我们体内的循环。是，特别是如果说你要跟那个性功能有关的话，你那个骨盆的循环一定要好。骨盆循环是骨盆腔的循环一定要好，所以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久坐不好的原因就是这样。好啊，那今天其实医生非常简单的就是把这个男性抗衰老的部分依照体质分成5个部分，那运动也很重要，那运动到底要做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告诉大家。提升睾固酮到底可以做哪些运动最有效呢？这边有几个主要的 guideline
第一个呢就是大块肌肉，因为在练肌肉的时候呢，可以增加睾固酮。第二个就是多关节的肌肉，所谓的多关节肌肉就是通常我们的肌肉它只会跨越一个关节，但是如果像是这种股四头肌，它跨越的髋关节跟膝关节，这种多关节的运动呢，它通常练的肌肉是最大跟最全面的。第三种呢就是要负重，这才能够提升肌力跟肌肥大。100名健身男性心中认为的前5大提升男性力的运动就是深蹲、深蹲、负重深蹲、负很重的深蹲，跟第5个负超重的深蹲。我本来以为呢，这个应该会有5个不一样的答案，但是看起来大家的想法都非常的一致，就是只有做深蹲，然后这种大重量的训练，才能够刺激到睾固酮的伸展。但是其实呢，说真的，不是只有深蹲练这个股四头肌是有用的，其实还有很多的肌肉也是可以练的。第二个呢，就是像练我们的臀肌，例如说做硬举就可以练到臀肌这一块，也是非常好的。第三个呢，就是胸大肌，例如说我们可以做这种卧推。那再来第4个呢，就是背部的这个阔背肌，那例如像是滑轮下拉啦，或者是在划船。所以我自己在训练上1周的主课表，其实基本上都逃不过我们刚刚讲的深蹲、义举、滑轮下拉还有划船这些的运动。所以呢，我有一个教练朋友就跟我讲了，其实健身呢不需要有太多的花招，基本的几个概念不停的加重就可以把它锻炼好。但是其实增加男性力呢，不是只有重训而已哦，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第5个呢，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心肺运动，因为呢，性治疗师罗拉伯曼他解释到，任何有助于心血管功能，都可以有助于性爱的反应跟感受。因为呢，血流跟血管越健康，它就会越兴奋，反应就会越好。第6个呢，可以锻炼的就是我们的腰跟我们的腹。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就是属于核心肌肉，它的持久度、耐力跟力气呢，其实是最重要的肌肉。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像是放式啊、卷腹啊。不要在做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呢，摸到你这边就是一坨肥肉，这样都不开心了哦。然后第7个呢，户外踏青，接触大自然，释放压力。今天医生也说了，临床上压力所造成的性能力下降，其实是它最常见的。所以帮大家舒展一下自己的身心吧。第8个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拉筋，帮自己的身体放松，才不会太紧绷。好了，那我们讲完了上面几个提升性能力的运动重点。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年纪的人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建议你不要那么猛的去做重训，我们可以从第8个就是帮自己做一个拉筋开始。因为长者的运动呢，其实首先要着重的是柔软度跟平衡感。这个东西好了以后呢，你在做后面的运动都会变得比较安全，也会健康。或者是做第5个心肺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血液循环好，不但对性能力好，而且对三高都是有好处的。那第6个核心运动，特别是对于脊椎开始有骨质疏松症或者是椎间孔狭窄的人，其实非常需要练习腰部的核心肌肉，才可以帮助不要那么快的老化。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第1个大家推荐的深蹲一定要做。那我们可以先从自重的深蹲开始做起，如果可以再进阶的话呢，或许家里面可以买个哑铃。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记得分享给大家咯，拜拜。